Hello，大家好。说到房产崩盘，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日本。1991年，日本房市泡沫破裂，房价狂跌，使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20年的低迷。在楼市崩盘之前，日本人究竟在做什么？日本的房产市场为什么会崩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这个话题。1985年9月22日，资本主义5大经济强国美国、日本、西德、英国、法国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了广场协议，宣布介入汇率市场。从此以后，日元迅速升值，当时的汇率从1美元兑240日元左右上升到1年后的1美元兑120日元。由于汇率的剧烈变动，大量的资金为了躲避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日元升值后，出口下降，导致日本被迫采取低利率政策，引起货币宽松，因而导致经济泡沫。市场上利率下降，于是产生了过剩的流通资金。然而，降低利率对国内消费需求没有起到刺激作用，反而对投机，特别是投资房地产行为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就是在这段时间日本人发现银行不断降息，物价飙升，他们越来越担心日元不值钱，于是开始寻找保值升值潜力的资产，房产呢就成为最好的选择。那时候日本绝大部分老百姓在房价永远涨这个事儿上达成共识，越来越多的人从银行贷款买房，而且呢这个杠杆越用越高。当时不光是东京这样繁华的大都市，就连环京地区人们也都被卷入了这个钱越来越贬值不贷白不贷的游戏之中。他们呢稍微有点储蓄 CERB 牛奶金之类的，就开始考虑投资买房。而且呢他们都认为错过了这一波将来肯定上不了车了。当时呢所有的房产中介也经常发朋友圈说谁谁谁的房子又比挂牌价高多少钱卖出去了，煽动大家投资买房，说今年不出手明年可能就买不起了。结果呢这个房价真的是一轮一轮上涨了。因为房价的持续上涨，很多人开始就变得越来越惜售了，市场上呢就出现了供应不足，不断推高房价。后来发生的事儿大家就都知道了，加拿大的房子全卖了，可以买下4个美国，不对，是日本的房子。日本人在全民炒房过程中埋下了一个雷，那么多人从银行借钱，如果遇上了疫情大爆发、经济衰退、移民减少之类的事儿出现了大规模失业，房贷还不上怎么办？当时的日本楼市为什么那么疯狂？就是因为有3大信念支撑，才会导致一波又一波的买房者加价抢 offer。当时的日本人一致认为加价抢 offer 这事儿都是没有猫腻的，不抢白不抢。疯狂抢房的第一个信念呢，就是土地永远不会贬值。日本人多地少，土地是稀缺资源，这一信念呢支撑着日本全民疯狂炒地，土地价格不断暴涨，非常疯狂。从1955年到1991年，日本6大城市住宅用地价格上涨了211倍。1990年，仅多伦多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部的土地价格，不对，是东京。当时日本人说，卖掉皇宫下边那块地就可以买下整个加拿大。疯狂抢房的第二个信念是东京房价永远涨。当时很多人都说银行利率低，不贷白不贷，物价飙升，日元贬值，钱越存越少，东京房价不涨没有天理。在泡沫高峰的1991年，东京住宅价格平均超过200万日元每平米，也就是差不多12万人民币一平米。按照当时一个日本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500万日元来算，买一个100平米的房子需要一家人不吃不喝40年。所以东京的房价和经济基本上没什么关系了，完全摆脱了地球引力。疯狂抢房的第3个信念就是政府永远不会让房地产崩盘，人民政府爱人民。而且呢，当时的日本 GDP 马上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了，哪来的泡沫？就即使有泡沫，政府能坐视不管吗？他们不要选票了吗？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认为炒房子是最赚钱的，日本房价不跌的神话将进行到底。1986年至1987年1年之内，
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的贴现率从 5% 降到了 2.5%， 是当时日本历史之最，直接加剧了大量的热钱涌入到房地产和股市之中。1989年，日本泡沫迎来了最高峰，当时日本各项经济指标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发布了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地价因此急转直下。此后，日本银行也开始采取金融紧缩的政策，不断加息，进一步导致了泡沫的破裂。很多人炒房，最后炒成了房东。从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资，都有大量的人和公司破产。地产和股票的价格下跌，给日本带来的财富损失约为150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全国个人金融资产的总和。日本当时之所以放任房价泡沫破裂，而没有玩命救市，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房地产泡沫吸金的背后是实体经济的衰落，不能依赖房地产来维系经济的表面繁荣。如果任由泡沫继续扩大，那么等到泡沫自行破裂的那一天，整个国家的经济将会彻底的崩溃，无药可救，还不如主动刺破泡沫，任其下跌。这样呢，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阵痛，大量的资本又可以进入工业、农业等实体产业。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相关的资讯，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